就是神韵。很多人玩东西啊，你不管玩茶壶啊，玩古董啊、古玉啊，甚至古刀剑，只要是这些东西，那个真正懂的人，他看一眼就知道了，他也不要用放大镜，也不要用细部去看工怎么样啊，是不用，他就看一眼。那你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神韵。那什么是神韵？什么是神韵？神韵是不可分析的，神韵是这个东西它的整体的表现啊，里面包含了工，包含了它的材料经过时间的演变，经过它当初的工艺，所有的因素在一起造成那个神韵啊。那你去分析它，仿的人呢？仿的人就去分析它，哦，他是用什么工具做的工，它的造型怎么样？他说每一样细节都做的跟他一样，还是没有神韵，还是没有神韵。所以神韵这个东西啊，是很奇妙的。你们以后看那个真正好东西啊，就去学习去看这个神韵。啊，我以前看过一些老的那个刀剑啊，包括日本的啊、中国的啊，老的茶壶啊、老的玉啊，古画啊，你这些东西啊，都要学会看神韵，包括看拳，而拳要练出神韵来。那你说神韵是什么？神韵是什么？它无法分析的，你一分析就没有神韵了。所以以前艺术上面，你看书法也是讲神韵，可是你要没有一个写出来那个神韵是什么，确实的分析出来那个神韵包含什么，他不可能这样写的，好吗？神韵就是神韵，神韵就是你自己达到了一个你可以看懂神韵的程度了，你就看懂那个神韵了。我们没有达到那个看懂神韵的程度，你再去做很多的分析也是没有用，因为你分析出来的东西人家都可以仿，你所有分析出来的细节，所有分析出来的之所以好的那个技术层面的东西，现在仿的人都可以仿，因为现在的技术比以前好太多了，都可以仿，唯一仿不出来的是神韵啊，因为神韵关系到这个制作者本身的修养嘛，啊，他所有的技术跟他的修养的配合的配合，那个就是神韵。但神韵不一定是越精巧的东西有神韵哦，像以前很粗糙的东西啊，那个我讲过嘛，日本有一个人写一本书，他提倡这个什么之美啊，就是那种古朴的美啦。古朴的东西一点都不精密，可是它有神韵，它是工匠就有那个工匠的神韵。它是农人自己做给自己用的，他就有那个农人做的东西的神韵所以有神韵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正很精美的皇宫廷使用的不一定，不一定。有这个人他的做出来的东西，他的技术，他的所有的技术符合他这个人的本身的修养，符合这个人的条件，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有神韵，因为他的思维在里面。所以神韵这个东西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很多人照着技术去做，照着尺寸量好，然后照什么技术去做，当他在关心在那个技术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神韵了。所以我说我们练拳到后来，当然是在有了技术之后了有了技术之后，说你练什么拳，
啊，你头脑里面想的是什么？你想的是风，还是想的是浪，还是想的是一座山？啊，还是想的是什么？那个时候你的拳才开始会有神韵。跟我看很多那个弹那个古典钢琴的或者古典音乐的，到后来他去找那个大师，1个小时花几万块去找那个大师学什么啊？那个大师开始跟他讲故事。大师跟他讲故事，跟他讲为什么当初这个人这个作者他要这样子写，跟当你看这一段的时候，你的头脑里你要去想象一个什么东西。这些花几万块去上那个大师课的，他的技术已经没问题了，已经没问题了，差的是什么？差的就是神韵。那神韵要怎么教？他就只能跟他讲故事，跟他讲你这一段你要感觉你是一阵清风在竹林里面刮过，还是那个澎湃的海浪，还是他要跟他讲这个东西。所以所有的艺术到后来都是什么？都是要走入神韵啊。但是神韵也是什么？你的技术达到什么程度，你能表达出什么样的神韵来啊？我们技术不到，你的神韵想得再好，技术不到，你也表达不出那个神韵。所以你如果玩这些东西，这个坑不要轻易跳，这个坑太深了。我跟你讲，这些东西我几十年了，我是民国大概70多年开始接触嘛。你看到现在几年了，越走越怕。我跟你讲，这个坑啊，最黑的坑是什么坑？就是这种坑，因为它没有定价的，它没有标准价。你说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它没有一个标准的。这种东西的坑最深。你去买名牌什么还没关系，那是有一个标准价的。古董文物艺术这种东西的坑啊，我们根本不知道里面他们是怎么玩的所以这种东西啊，你就玩，你知道人家怎么骗你，你知道他们怎么讲故事。玩这种东西的人最擅长的是什么？说故事，把你绕进去了，所以你在买的不是这个东西了，你在买的是那个故事。你后来再买的其实是他告诉你的那个故事，你被催眠了。建构起来认知。我们买的是一个想象，你知道吗？我们买的很多东西，很多艺术的这种东西啊，古董这种东西，我们其实买的是一个想象，而不是真正的这个东西。真正这个东西，你去看它的材料，你去看它的工艺，你去看什么，它只值这样的钱。可是为什么它的价值比这个高几十倍、百倍？因为你在买它背后的那个想象，知道吗？这种东西不是不能玩，可以玩。为什么可以玩？因为他们是我们人生学习当中很重要的一课，就是怎么去卖这个想象。我们怎么被这个想象骗了？第一个是我们怎么被想象骗了？谁骗你的？你自己骗你的，因为你相信了那个想象啊，你自己骗你自己啊，那个值这个钱啊。然后人家是怎么贩卖给我们这个想象的？当我们搞懂了这个以后，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坑了。这个坑最有价值的是这个，晓得吗？因为你在街边赌博，人家那个牌啊翻啊，那个豆子几颗在哪个里面，
你可以去玩，你可以去玩1次2次，不要超过3次，因为你知道你怎么被骗的。你说到终点就是教我们怎么破那个相，脱离出来。不是破那个相，是破你自己。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认为我认为的是对的？我明明看到是对的，为什么一翻开是错的？可是我为什么坚信我认为那个是对的？我们在破的是这个。当你这个破了以后，你进一步去了解它是怎么弄出那个假象的，那就是魔术的手法嘛，那就是骗人的手法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把这2端了解了以后，你的学习就成了，就不要玩了。很多人玩一辈子，搞得倾家荡产，就是他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骗，他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学习，他一直在跟自己的那个真胜心，跟那个莫名其妙的那个自信心，在维护自己的这个东西，所以被骗的倾家荡产啊！所以这些东西可以玩，你准备有一些闲钱，有一些闲的时间，你一开始你就去学习你是怎么被骗的。你一开始一定被骗，因为你的菜鸟形象嘛，你讲话一讲，你伸手一拿东西，人家摊子上摆这么多东西，你伸手，你的眼神在哪边？你伸手拿的是什么东西？人家心里马上知道你是什么程度。人家老商人前面摆那些东西啊，不是随便摆的哦，他是在测试那个来的人，你是什么程度，晓得吗？所以我们一定会被骗，新手菜鸟一定会被骗，可是你要知道你是怎么被骗的。而你拿任何一个东西，他都会说：“哎呀，客官好眼光，好眼力，晓得吗？”然后把你绕进去，他商人啊，我跟你讲，尤其是做古董、做文物的这些商人哦。虽然他没念过书，有很多根本没念过书，他后来争到那个家财万贯，晓得吗？因为他懂这个，因为他懂人性，所以这个坑里面我们最可以学到，你在别的地方很难学到的，你在别的地方你学可能要花几千倍，你去做生意，人家坑你，你花的学费可能是几百倍、几千倍的代价。可你在这个坑里面玩，你花的也不过是我们一般花大概几千块，最多上万，看什么？在我们的能力之内，我们去学，这里面可学的东西太多了，晓得吗？这个老板明明看上去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诚实可靠的人，你为什么会被他骗？他为什么会骗你？晓得吗？所以我不鼓励大家进这个坑，但是你有闲钱，你可以稍微进这个坑，去了解一下那个坑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晓得吗？所以我们一辈子都是在公务员啊，或者在正规的行业里面啊，碰到的人都是跟我们差不多的。有一天你万一碰到那个坑里面的人呢，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看不懂？所以你去玩这个东西，你最要注意的，最要注意的是这个，最要学习的是这个，而且它会让你拿回家去摆几天。清朝的东西，它会让你值几万块的东西，它会让你拿回家摆几天。
几千块的东西，8000，我说他说8万嘛，我说你8000可以买，8000的东西他也不会让你拿回家去摆几天，晓得吗？他肯让你回家去摆几天，就是这个东西的价值，真正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你拿回去摆几天，你磕了一个东西了，你就要赔他8万，讲不懂？可是这个东西，他在他经济不好的时候，他卖你8万，如果是真的东西，他到别的地方卖，有时间他卖，他可以卖到80万。他不会让你拿回家摆几天，这么懂？啊，这个世界上啊，我们不了解的那个坑太多了，太多了，我们不了解的太多了。我们大部分人的世界是非常单纯的，大部分是非常单纯的。我亲眼看到玩这个的大陆的，他从一开始卖这个东西，到乡下真正自己到乡下去收，从一个老实的人，怎么样变成一个奸猾的人？他慢慢钱越来越多，他慢慢做生意的方式，他整个人讲话的方式，慢慢变成那个坑里面的人，知道吗？好了，好嘞。